这瘦马胆子真大，敢当众挑衅侯府嫡女。为什么他的脖子上也有朱砂痣？那不是朱砂痣吗？江大小姐击逼时，谢小将军可是亲手为她点过一颗。婉宁莫怪，玉笛昨夜非要本将替他点上与你一样的印记，说是这样才有闺房之趣。姐姐若是介意，今晚便让将军去您房里。左右将军说，这朱砂痣点在妾身这里，要悠人100倍呢。春桃，大小姐，给镇北王回信，就说圣上的赐婚我应了。江婉宁，你现在为了引起本将的注意，连这种弥天大谎都敢撒了？镇北王段章明那是死人堆里爬出来的活阎王，会求娶你这个古板无趣的木头？将军快别说姐姐了，姐姐也是被玉笛气急了才口不择言的。只是这镇北王的名讳岂是能随便拿来做戏的？若是传到那位煞神耳朵里，怕是会给侯府惹来灭顶之灾呢。姐姐就算不顾及自己，也该顾意侯爷和夫人呀。我与你们无话可说。站住！你闹够了没有？本将不过是宠幸了一个瘦马，你就要死要活的搬出镇北王来压我？江婉宁，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善妒又虚荣？谢将军，请自重，你我尚未完婚，男女授受不亲。尚未完婚，全京城谁人不知你江婉？只能是我谢兰州的妻。姐姐，您就别跟将军置气了。玉笛知道自己出身卑微，不敢跟姐姐争宠。只要姐姐容得下玉笛，玉笛愿意每日给姐姐端茶倒水。只是昨夜将军实在勇猛，玉笛这身子骨到现在还疼着呢。将军心疼玉笛，才赐了这朱砂痣。姐姐若是实在看不过眼，玉笛这就把它剜了去。你疯了！本将赐你的东西，谁敢让你剜？江婉宁，你看看你现在的样子，简直像个市井泼妇。玉笛处处退让，你却步步紧逼。你这般恶毒，哪有一点大家闺秀的模样？他自己要剜，与我何干？你若是眼瞎，我不介意出钱给你请个好大夫。你好得很！当年你出征，我跪在护国寺青石阶上一节一叩头求来的平安符，碎了也挺好，就当是道别。既然你这么不识抬举，这东西本将也不稀罕带了。大小姐，侯爷和夫人正在正厅等您。谢将军能看中我们婉宁，那是他的福气。男人嘛，逢场作戏也是常有的事儿。兰州啊，婉宁自幼被我们娇惯坏了，脾气有些倔，你多担待些，等她过了门，自然就懂事了。这就是我的好父母，为了家族利益，连女儿的尊严都可以随意践踏。江婉宁，你不是挺有骨气的吗？怎么这么快就灰溜溜的回来了？我还以为你真的要去镇北王府自荐枕席呢。婉宁，你胡闹什么？什么镇北王府？快向谢将军道歉！你这丫头怎么一点规矩都不懂？你来做什么？这是玉笛的平妻文书，本将已经决定了，下个月初8迎娶玉笛进门。至于你，等玉笛进门后，再挑个日子抬进去吧。兰州，这恐怕不合规矩吧？婉宁毕竟是侯府嫡女。哼，侯爷，我谢兰州如今手握重兵，连陛下都要给我几分薄面。我肯娶江婉宁，已经是给足了你们侯府面子。若是你们不愿意，这婚约作废也罢。不，兰州息怒，一切好商量。婉宁，还不快点头答应？难道你想毁了我们侯府吗？这就是我那个懦弱自私、
卖女求安的好父亲，真是荒唐又可悲，可笑至极。平妻也是妻，你以后还是正室，有什么好计较的？姐姐，千错万错都是玉笛的错。若姐姐实在容不下玉笛，玉笛这就去死！玉笛，江婉宁，你若再敢逼迫玉笛，本将绝不放过你！戏演完了吗？演完了就滚！这巴掌是替玉笛打的。既然你想做正室，来人，去拿退婚书。只要你给玉笛磕3个响头，本正就考虑收回决定。将军息怒，将军息怒啊！婉宁她知道错了，你千万不能退婚啊！不用你洗。谢兰州，这婚是我江婉宁退的。太后娘娘特意派老奴来传话，点名要您赴今日的赏花宴，这其中必有谢兰珠的手艺。快看，那就是江婉宁。听说她善妒成性，不仅把谢将军的新宠推破了相，还被当众退了婚呢。真是丢尽了侯府的脸面，我看她以后还怎么在京城立足。谢将军到。下个月初8，本将将以嫔妾之礼迎娶玉笛。至于你，江婉宁，念在旧交，本将给你个妾室的位置。姐姐怎么能做妾呢？不如做个洗脚丫鬟，玉笛也能天天看到姐姐了。若是你乖乖伺候玉笛，本将或许还能多去你房里几回。堂堂侯府嫡女，竟然要给一个瘦马做妾，这简直是奇耻大辱！谢将军，你是不是有健忘症？3日前我已经当面撕了婚书，还在玩欲擒故纵。今天你就算求我，这妾你也做定了。来人，按住他给玉笛磕头。还不快跪下！将军做主啊！江小姐她发疯，用滚水泼奴婢，还要动手打人。够了！谢兰州，你敢在太后的宴席上动粗？动粗又如何？本将手握重兵，谁敢管本将的家事？今日你不磕这个头，休想活着出去！哦，本王倒要看看，谁敢动本王的未婚妻。镇北王殿下，这里是太后的赏花宴，您带兵闯入，恐怕不合规矩吧？宁儿，本王来迟了。镇北王，您刚才叫她什么？未婚妻？这不可能！她明明是我谢兰州的未婚妻。你的未婚妻？本王怎么听说3日前江大小姐就已经撕毁了与你的婚书？一个被退了婚的废物，也敢在本王面前睨睨狂少！废物！王爷就算要护着她，也不能信口雌黄。她江婉宁不过是个没人要的弃妇，怎么配得上您？是啊，王爷，您千万别被姐姐骗了。她心思歹毒，连我这个弱女子都容不下。你算什么东西，也配叫她姐姐？玉笛，退下！段昭明，你敢当众行凶！睁大你的狗眼看清楚，这是陛下亲笔赐婚的圣旨，江婉宁乃是本王名正言顺的镇北王妃。你辱骂当朝亲王妃，本王就是当场砍了你的脑袋，陛下也只会拍手称快。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不可能，这不可能！他怎么可能真的攀上你？宁儿，这是本王生母留下的遗物，本王以这枚血玉为聘，以镇北王府的全部身家为礼，求娶江婉宁为妻，一生一世绝不负你。好，我答应你。镇北王正式下聘江府。从今日起，无人敢欺你。
婉宁啊，为父就知道你是个有福气的。镇北王可是当朝第一权臣，你能嫁给他，咱们侯府以后可就飞黄腾达了。是啊，婉宁，以前都是母亲糊涂，听信了谢兰舟的谗言。你放心，以后母亲一定好好疼你，给你备一份最丰厚的嫁妆。不必了，我的嫁妆我自己会准备。还有，从今日起，我与侯府再无瓜葛。你们若是敢打着镇北王府的旗号在外面招摇撞骗，别怪我翻脸不认人。你这是什么话？我可是你亲生父亲！亲生父亲？几天前是谁逼着我给一个青楼女人让位？是谁看着我被打，却连个屁都不敢放？现在看我得势了，就想来沾光？做梦！春桃，关门谢客。侯爷，夫人，请。求见镇北王殿下。如真，把他带到地牢。王爷，玉帝知道错了。玉帝其实一直仰慕王爷的威名，是谢兰舟那个畜生强迫我的。只要王爷肯收留玉帝，玉帝愿意为王爷做牛做马，什么姿势都可以。走，来人！不要！王爷饶命！宁儿姐姐不会让你这么做的。你配提她？当宁儿在谢府被陷害，你不仅没帮她，还帮着谢兰舟往她身上泼脏水。错了，我鬼迷心窍。鬼迷心窍？那本王现在就替你把这颗鬼迷的心挖出来，看你以后还迷不迷。王爷，求你开恩，我错了。走。王爷，求你开恩，我错了。你不是喜欢炫耀这颗朱砂痣吗？你不是说长在你身上比长在宁儿身上诱人百倍吗？不是的，那都是谢兰舟逼我说的。来人，动手！留他一口气，别让他死了。本王还要让他看着谢兰舟看到这份厚礼时是什么表情。对，证明你不得好死！不要！哎呀！将军，大事不好了！今早早朝，几位御史联名弹劾您，纵容妾室，治军不严，贪墨军饷。皇上大发雷霆，当场剥夺了您的兵权，降为五品闲职，闭门思过啊！什么？段征明是他！闭嘴！你闭嘴！你这个贱人！如果不是你非要去挑衅江婉宁，我怎么会落得这个下场？怎么会失去她？你少推卸责任！当初是你嫌他无趣，要在他面前立威。你以为你算什么东西？离了江婉宁，你连个屁都不是！你，婉宁，我错了。婉宁，我错了，求求你见我一面。婉宁，你终于肯见我了。我知道错了，那个贱人已经被我赶出去了。只要你肯原谅我，马上八抬大轿娶你过门。谢兰舟，你是不是觉得只要你回头，我就必须在原地等你？你凭什么以为我江婉宁会稀罕一个别人用过的垃圾？垃圾？婉宁，你怎么能这么说我？我们7年的感情，难道你都忘了吗？是啊，7年前，你是个落魄的旁支子弟，是我求父亲提携你。你第一次上战场，是我跪了3天3夜求平安符。你被围困，是我变卖首饰为你筹粮草。可是你呢？
你功成名就后，带回一个扬州瘦马，纵容他羞辱我，为了他打我还要贬我为妾，你把我的真心踩在脚下，践踏相互7年的感情吗？是我瞎了眼，是我被猪油蒙了心。婉宁，再给我一次机会好不好？我发誓以后只对你一个人好。晚了。怎么出来也不多穿点，冻坏了本王可是要心疼的。段成明，你把婉宁还给我！还给你？她现在是本王的王妃，你算个什么东西，也敢直呼她的名讳？谢兰州，本王留你一条狗命，就是要让你亲眼看着你是怎么失去一切的。婉宁，婉宁，我错了。觉得痛快吗？很痛快。那就好，走吧，回府试试你的嫁衣。滚开！敢冲撞镇北王的迎亲队，不要命了！看那个疯子，这不是被抄家的谢将军吗？为了个青楼女抛弃侯府千金，这种渣子死不足惜。那轿子里坐着的，本该是我的新娘，是我亲手把她推给了别人。从此以后，他的生死荣辱与我再无半点干系。宁儿，本王来接你了。一拜天地，二拜高堂，夫妻对拜，礼成送入洞房。宁儿，你真美，我终于娶到你了。王爷，还叫王爷，该改口叫夫君了。宁儿，你知道吗？我等这一天等了整整5年，从看见你的第一眼起，这5年每一日都在算着。5年前，我在漠北身中剧毒，命悬一线。喝药吧。是你跟着谢老将军去军营送药，无意间救了本王一命。从那时起，我的心里就住进了一个人。可是，你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？那时你满心满眼都是谢兰州，我虽然手握重兵，却不想强迫你做不喜欢的事。我以为只要他能护你周全，我在暗处守着你便好。直到听说他竟为了一个青楼女子折辱你，那一刻，我恨不得将他碎尸万段。谁敢折辱你，我便让谁从这个世界彻底消失。宁儿，我发誓，这辈子绝不让你受一丝委屈。夫君，以前是我瞎了眼，以后我的眼里只有你。这可是你说的，不许反悔。王妃，小世子又在闹腾了。外头可有什么新鲜事儿？听说玉笛偷钱跟人跑，被打断腿，卖进了下等按住馆。至于那个谢兰州，彻底疯了，冬天冻死在破庙里，手里还死死攥着您的半截玉佩络子呢。谢儿乖，娘在。这小子就知道折腾你。下朝时路过东市，看到有人卖新鲜的莲铺，想着你爱吃，便买了几个，搁在门房那儿了。回头让丫鬟取来，剥给你和这小子吃。听
听闻镇北王妃近日身子不适，可是照顾小世子太过劳累。太后娘娘，王爷常年征战沙场，身边只有王妃一人伺候，实在辛苦。安平愿入镇北王府，哪怕只是个侧室，也定会好好替王分忧。征明，安平这丫头自小仰慕你，如今婉宁要照顾世子，你身边确实缺个知冷知热的人，不如哀家做主，将安平赐给你做平妻，如何？臣的后院不缺人。王爷，安平什么都不求，只求留在您身边。王妃姐姐宽宏大量，定然容得下安平的。安平郡主，我江婉宁的东西从来不与人分享，想要进镇北王府，除非我死。太后娘娘，您看王妃姐姐，她怎能如此善妒？放肆！婉宁，你身为当家主母，怎可如此心胸狭隘？征明是国之大臣，多子多福才是正理。本王此生为江婉宁一妻，谁若再敢提纳妾之事，就是与本王为敌。太后若是觉得安平郡主恨嫁，臣倒有个好去处。北疆苦寒，守将李老将军前些日子刚丧了继室，郡主既有体贴人的心思，不如去边关为国分忧。王爷，你好狠的心！母后息怒，证明与王妃夫妻情深是好事，婚事以后再议，以后再议。夫君今日可是得罪了太后，不怕她以后找麻烦？他若敢动，本王便让他彻底动不了。有本站在，谁也休想动你分毫。宁儿，我答应过你，这辈子绝不让你受半点委屈。无论是谁，只要敢让你不痛快，我都会让他付出代价。我知道。王爷、王妃到家了。宁儿，明日想去城外的庄子赏梅吗？好啊，把程宇也带上。不带他，太碍事。你这做爹的怎么还嫌弃自己儿子？我只想与你独处。方才在宫里受了气，可还闷得慌？有你在，便没有气可受。只是安平郡主经此一事，怕是不会善罢甘休。太后心中积怨，往后朝堂之上，恐怕也要给你添不少阻碍。太后久居深宫，手里并无实权。当今陛下心里透了，知晓我镇守北疆数十年，手握重兵护着北疆安稳，绝不会因为一个任性坏了君臣分寸。至于安平，经此一下，短时间内不敢再明目张胆找上门来。就算他不死心，本王也有的是法子让他安分守己。我信。明日一早便动身去城郊梅庄，那里依山傍水，远离京城纷扰，正好陪你闲散几日。程宇若是哭闹起来，怕是要扫了你的兴致。让乳母和嬷嬷留在府中照看。我盼着独处的时光已经许久了。自你诞下程允，王府事务、宫中应酬接连不断，我们二人竟没能好好清闲几日。准备好了？程允还在睡。方才去看过，睡得正喜，特意嘱咐了乳母，不必叫醒他。还记得5年前漠北军营的模样吗？记得，漠北风沙很大，到处都是伤兵。那时只当你是寻常士卒，不曾多想。如今想来，世事当真奇妙。自你转身离开营帐那一刻，
我便派人打探了你的身份，得知你是镇国侯府嫡女，也知晓你与谢兰舟早已定下婚约。我在君家养秧数月，无数次想起你的模样，可我清楚，你心中另有他人。我出身行伍，本就不该贪恋儿女情长，原本打算伤愈之后，便将这份心思深埋心底，远远看着你平安喜乐便足矣。若是当初我没有遇见谢兰泽，是不是一切都会不一样？没有所谓如果，若是没有经历那些委屈与伤痛，你也不会彻底看清人性，更不会愿意走到我身边。如今结局圆满，过往种种便都成了过眼云烟。我只庆幸，在你最狼狈无助的时候，我来得及出现。不是来得及，是刚好。恭迎王爷王妃莅临梅庄。山里冷，把披风披上。这里比城里安静多了。特意寻的僻静之地，不会有人前来打扰。在这里待上3日，3日之后，我们再回王府。好。平日里你公务繁忙，难得有这般闲暇时光。安平郡主回府之后，太后可有动作？暂无动静。太后年老体衰，近几年早已不理朝堂政务，最多便是在后宫之中旁敲侧击。安平自小被宠坏，骄纵任性，经我那日敲打，她心中畏惧，短时间内不敢再肆意妄为。可她毕竟是太后的侄女，若是一直怀恨在心，暗中使把子，难免防不胜防。我如今是镇北王妃，一言一灵都牵扯着镇北王府，我不怕旁人刁难，却不愿你因为我再多添麻烦。本王执掌北疆兵权，大楚半数精锐皆在我麾下，陛下倚重我镇守边境，绝不会因为一个郡主动摇对我的信任。至于后宫妇人的小动作，翻不起大浪。真若是敢触及王府底线，我也不会手下留情。他向来杀伐果决，恩怨分明，护短早已刻入骨髓。但凡有人敢伤我、扰我、伤我分毫，他必定加倍讨回，从无例外。有他这句承诺，我此生便再无后顾之忧。闲来无事，为你奏一曲。真好听。只吹给你一人听。5年前在漠北重伤昏迷之际，恍惚间听到你的声音，便觉得那是世间最动听的声响。此后多年，我时常会回想那个声音，聊以慰藉。前半生我错付真心，受尽折辱，却也正因那些坎坷，让我遇见了真正值得托付一生的人。夜深寒气重，我们回暖阁吧。王妃、王爷，小世子一整天都在念叨你二位，不肯进食，也不肯午睡，闹了许久。好了，娘回来了。娘亲，爹爹，为娘回来了，不哭了。小小年纪倒是粘人的很。明日早朝，怕是又要有不少流言蜚语。随他们议论，我段征明行事向来光明磊落，一生一世一双人，并非什么见不得人的事。旁人爱嚼舌根，便由他们去。陛下心中有数，不会听信流言。王爷、王妃，属下有要事禀报。安平郡主自回府后闭门不出，今日午后有人瞧见他悄悄出入太后寝宫，又暗中联系了几位世家子弟，似乎在暗中谋划什么。属下担心他会对王府不利，特意前来禀报。安平郡主终究还是不肯罢休，她身份尊贵，背后有太后撑腰，若是暗中作祟，防不胜防。继续盯着他，不必打草惊蛇。他若只是耍小手段，暂且任由他；若是敢触及王府底线，伤害王妃于世子，不必禀报，直接处置。属下遵命。看来这场风波还未彻底结束。兵来将挡，水来土掩，
有我在，任何人都无法伤害你们母子。安平郡主骄纵浅薄，仅凭太后庇护，翻不出多大风浪。我知道，有你在，我什么都不怕。王妃娘娘，侯爷与夫人听闻近日京中流言，心中担忧您的处境，特意派老奴前来探望。有劳侯府挂心，我在王府一切安好。不知管家今日前来，除了探望，可还有其他事？实不相瞒，侯爷与夫人得知安平君主一事，心中十分不安，太后恐会迁怒于侯府。侯爷希望王妃娘娘能在王爷面前美言几句，若是太后追责，还望王爷能庇护侯府。另外，夫人说十分想念您，想请您择日回侯府一聚，一家人好好叙叙旧。果然，遇到危机便想起我这个女儿。当年谢兰舟折辱我时，你们何曾顾及过我的死活？回去告诉侯爷与夫人，当初我撕毁婚书，与侯府划清界限，化为言犹在耳。我江婉宁如今是镇北王妃，与镇国侯府再无瓜葛。王妃娘娘万万不可啊！侯府不能没有您啊！太后如何行事是后宫之事，侯府的祸福荣辱该由你们自己承担，莫要再来攀附王府。至于回府相聚，当年你们弃我于危难之中，如今也不必再假借念及亲情。血脉亲情割舍不断啊！侯爷终究是您的生父，夫人也是您的生母，若是侯府倒了，对您的名声也有损啊！我的名声自有王府维护。念在你是旧仆，今日我不与你计较，即刻离开镇北王府。往后镇国侯府之人不必再来登门，若是再有下次，休怪我不顾情面，命人将你们打出去送客。娘娘开恩啊！怎么了？面色这般难看。方才镇国侯府派人来了，听闻太后不悦，怕受牵连，竟来求王府庇护。我已将人赶了出去。镇国侯趋炎附势，懦弱自私，当初那般待你，如今还有脸找上门来？你做得对，不必理会他们。若是他们再敢纠缠，我便让人直接封了侯府的门。我只是觉得可笑，人在落魄之时，最能看清身边人的本性。谢兰舟，我的双亲，皆是如此。过往的伤痛不必反复回想，从今往后，有我，有程宇，这便是你的家。其余之人皆是外人，不必放在心上。朝堂上今日可还安稳？几个老臣受了太后指使，弹劾我罔顾皇家隐秘，我当朝放话，此生绝不纳妾。他们又能奈我何？至于安平郡主，他派人散布谣言的证据已被我甩在太后面前，太后大怒，已下令将他禁足郡主府。一场闹剧总算收场了。日子这般安稳，真好。只要我们一家人在一起，往后岁岁年年都会这般安稳。王爷，王爷为草民做主啊！大胆狂徒，竟敢冲撞镇北王华常，退下！何事喊冤？一一说来。王爷饶命！我们皆是城郊农户，数月前当地县令强行征收良田，克扣粮饷，欺压百姓。我们去县衙告状，反被他关押殴打，走投无路，求王爷做主。一方父母官竟鱼肉百姓，若不严惩，必生民怨。将你们的状词呈上来。王爷，王爷，状词在这里。好一个狗官！你们且回乡里安心等候，3日之内，本王必定彻查此事，还你们一个公道。请见大老爷啊！多谢王爷。强占良田，私吞粮饷，一个小小县令，竟敢在京畿上地如此胆大妄为！如今朝堂之上看似风平浪静，实则地方官员贪腐成风，若不杀鸡儆猴，只怕积重难返。王爷，属下已查明，这县令背后似乎还有朝中要员在暗中包庇。包庇？本王管他背后是谁！大楚的江山是靠百姓撑起来的，绝不能任由这群蛀虫肆意践踏。立刻将所有证据整理成册，
明日早朝，本王要亲自在陛下面前参他一本。传令下去，派黑甲卫连夜包围县衙，将那狗官及其党羽全部拿下，一个都不许跑。属下遵命。百姓的公道，本王必须替他们讨回来。你去便好，我信你定能扫清这些毒瘤。有你在，本王便无所畏惧。忙了大半晚，先歇息片刻，喝碗抻汤暖一暖身子。宁儿，委屈你了。备将边境部族叛乱，战火已燃，我必须即刻领兵出征。此去路途遥远，战事难料，王府上下还有成品，都要辛苦你照管。你尽管安心前往边境，王府由我打理，成宇我会悉心照料。你征战沙场，万事小心，切莫逞强。我与孩子会在京中日夜盼你平安归来。有你这句话，我便放心了。待平定边境之乱，我定策马回京，再也不与你们分离。去吧，我的英雄，大楚的江山需要你，我会在后方为你守住这片安宁。全军出发！爹爹走了，我们等爹爹回家。自此，京城镇北王府便由我一人主持内外事务。段征明走了，我看江婉宁一个无依无靠的女人，拿什么撑起这偌大的镇北王府？去，按原计划行事，本郡主要让她声名狼藉，焦头烂额。大家都来看啊！阵王拥兵自重，得罪了朝廷，这回去了北疆，肯定是九死一生。镇北王府要完蛋啦！就是，王府现在就剩个小娘们儿，能顶什么用？这门庭迟早被人踩平了。大家都来看啊！镇北王府要完蛋啦！王妃，不好了！外面来了一群泼皮无赖，堵着大门辱骂不休，还散播王爷的谣言。王妃，户部官员刚刚派人传话，说要重新核查咱们王府的俸禄，把这个月的粮饷和分利全扣下了，还故意挑刺刁难。王妃，暗卫发现府中几个外院的粗使仆役鬼鬼祟祟，似乎在向外传递消息。好啊，王爷前脚刚走，什么牛鬼蛇神都迫不及待的跳出来，慌什么？天塌不下来！既然他们想试试我江婉宁的刀利不利，那我就成全他们。传秦霄，末将秦霄听凭王妃调遣。王府外围的无赖交由黑甲卫处置，不必留情。胆敢在王府门前滋事，直接打断腿扔去官府。散布谣言者，一律依法严惩。末将领命。至于府中被收买的徒役，封锁各处院落，逐一清查。查出以后，不必上报，直接重责50大板，逐出王府，永不录用。我要让所有人都知道，背叛王府是什么下场。末将领命。春桃，去把库房里所有与户部交接的账册文书搬到花厅，我倒要看看户部那帮人能从我的账本里挑出什么骨头来。是，王妃，奴婢这就去。镇北王府重地，胆敢喧哗闹事者，杀无赦！给我拿下！
这镇北王府如今没人撑腰了，咱们按规矩卡一卡他们的俸禄，看着内宅妇女能有什么办法？王妃，下官等也是奉命行事，这账目繁杂，须得慢慢核对。大楚律例第7卷明文规定，镇北王府享一品亲王双俸，这是10年来户部与王府交接的全部明细。你们说账目有误，好，指给我看，是哪一笔哪一项对不上？怎么找不出来？若是户部连这种账都算不清，我不介意亲自拿着账本去面见圣上，问问户部尚书是怎么教导下属的。王妃息怒，是下官等眼拙，这就回去拨发俸禄，绝不拖延。这是郡主赏你的金子，规矩你的都懂，把那封真的北疆军报烧了，换成这封。嬷嬷放心，这假信上写着镇北王拥兵自重，必战切敌，只要倒进宫里，皇上必定震怒。小人保证做的神不知鬼不觉。神不知鬼不觉，王爷早料到你们这些魑魅魍魉会在背后下刀子，全部拿下！王妃，人赃并获，这婆子是安平郡主身边的人，他们竟然敢篡改军情，伪造王爷拥兵自重的假象。好一个安平郡主，为了私怨，竟敢拿北疆数万将士的性命，拿大楚的江山社稷来泄愤，这种卖国求荣的蠢货，简直死有余辜！王妃饶命，小人也是鬼迷心窍，是被安平郡主逼的呀！将此人关押起来，严加看管，绝不能让他死了。王妃，此事牵扯太后和郡主，我们接下来该如何处置？篡改军情乃是诛九族的大罪，已不是王府内宅之事。即刻整理所有证据，人犯金银以及那封假信。王妃，现在已是深夜，宫门早已下庙了，哪怕是敲灯闻苦，我也要连夜送入宫中，呈交给陛下。安平郡主想让我们死，那我就先送她上断头台。混账东西！边关军情，关乎大楚生死存亡，岂容你这无知妇人因一己私怨肆意篡改？你当朕的江山是你后宅争风吃醋的戏台吗？皇帝呀！安平只是一时糊涂，求你看在哀家的面子上，饶他一命吧。国法无情，军法更不容私情。太后若再求情，便与他同罪。传旨，夺夺安平郡主封号，贬为庶人，即刻流放3000里苦寒之地，永世不得回京。王妃，大喜大喜啊！北疆800里佳期捷报，王爷运筹帷幄，大败敌副敌军，敌军已递交降书求和，王爷的大军今日就进城了。备车，我们一起去城门口接他。娘姐，王妃，大军已经进城了，估计这会儿王爷马上就到家了，我们就在家里等就行。不用备车了。那春桃，随我去府门外迎接王爷。爹爹，长高了，也沉了。爹爹疼不疼？吹吹就不疼了。
娘亲每日都带我来这儿，下雨也来，下雪也来。娘亲说站得高一些，爹爹就能早些看见我们。明儿，我回来了。欢迎回家。往后再不让你等这样久了。好。王妃娘娘，这是太后娘娘特意嘱咐送来的今年北疆新贡的雪梨皮。太后娘娘说，王妃年轻怕冷，这雪梨生在极北雪山之巅，毛色纯白无瑕，暖而不慵，整个大楚也寻不出几张来，冬日披着正好。有劳公公跑这一趟，替我多谢太后娘娘挂念。春桃，看茶。王妃娘娘客气，老奴还有几句话是太后娘娘让老奴私下带到的。都退下吧。太后娘娘说，前些日子安平郡主的事儿是她老人家管束不周，让王妃受惊了。如今郡主已得了教训，往后再也不会生事。太后娘只盼后宫和前朝都安安稳稳的，家和万事兴。另外，太后娘娘听闻镇北王殿下这次凯旋，军中俘虏了一批北狄贵族的女眷，其中有几个据说是北狄大祭司的侄女儿，生得花容月貌，且精通北地巫医之术。太后娘娘的意思，这些异族女子留在京城恐生事端，若王爷有意，不如收入府中，也好由王妃亲自调教，既全了王爷的威名，也显了王妃的贤德大度。太后娘娘一片慈心，本妃心领了。只是北狄女服乃是战利品，如何处置，当由王爷与兵部共议。本妃一介内宅妇人，不好越俎代庖。至于贤德大度，太后娘娘想必也知道，镇北王府的门第从不需要靠妾室来撑地场。王爷若是喜欢，自会开口；王爷不提，本妃也不敢替他做主。王妃说的是，老奴只是传话而已。那老奴告退。王妃，太后这哪里是赏赐，分明是给咱们添堵。那北狄女服的事儿，奴婢也听说了，王爷压根就没正眼瞧过，一直在军营里关着呢。他不过是投石问路，若我今日应了，明日他便能塞进10个8个来。若我勃然大怒，他又能在外面说我善妒不容人，不软不硬的把话挡回去，他才没有发作的由头。那王爷那边不必特意去说，他若连这点事都看不清，也做不了这么多年的镇北王。太后送的。说是北疆新贡的雪梨皮，极难得。赵公公今日特意送来的。他还说了别的吧？说你军中那些北狄女服花容月貌，精通巫医，太后让我贤德大度，替你收几个进来。哼，他倒是不死心。那些女服，明日我便让人全部送去京郊的慈恩寺，充作女尼，为阵亡将士祈福。太后若再有话说，让他来找我。你这么做就不怕人说你惧内？堂堂杀伐果断的活阎王，竟然怕老婆？怕什么？本王这一生只在2件事上从不退让：一是大楚北疆，二是你江婉宁。旁人的嘴堵不住，也不必堵。既然如此，那明日我让春桃把这张雪梨皮收起来，等天再冷些，做成一件披风，去宫里谢恩的时候特意穿给太后看看。你倒是会气人。近朱者赤嘛，跟你学的。既然夫人如此聪明好学，你干嘛？快放我下来！那为夫今晚再教你些别的。
王妃穿这一身，简直像是雪地里走出来的仙子。太后娘娘若见了您这般光彩照人，怕是又要气得病上一场。你这丫头，嘴上没个把门的，进宫可不许这般胡说八道。走吧，去谢恩。婉宁来了，快坐。外头下着雪，冷吧？劳太后娘娘挂念，这披风暖得很。娘娘赏的雪梨皮果然名不虚传，臣妾今日特意穿来谢恩，娘娘看可还合身？合身，合身。婉宁年轻，自然是穿什么都好看的。听说那些北狄女服，王爷已经尽数送到慈恩寺去了，倒是个积德的好去处。正是，王爷说阵亡将士的营灵需要香火供奉，让他们在菩萨面前赎赎罪，也算是为大楚祈福了。安平的事是哀家管教不邀，可婉宁，你是聪明人，争明如今权倾朝野，连陛下都对他言听计从，你能守得住他一时，难成还能守得住他一世？男人嘛，三妻四妾是常理，你越是拦得紧，外头的闲话就越多，对王爷的名声也不好。哀家是过来人，是替你想长远，你可别犯糊涂，害了自己。太后娘娘，臣妾斗胆说句不中听的话，您方才说让臣媳替王爷想长远，可娘娘有没有想过，王爷他想要的长远到底是什么？他10几岁便上了战场，从死人堆里爬出来，守了北疆20年。他见过太多的生离死别，见过太多为了利益权权而结合的虚伪夫妻。他若是贪图美色，以他的身份，什么样的女子得不到？他若是贪图子嗣，以他的地位，多少个妾室纳不起？可他没有，不是臣妾拦着，是他自己不想要。臣妾只不过是恰好懂得他想要什么罢了。罢了，你回去吧。外头雪大了，路上小心着些。王妃娘娘，太后那边往后怕是再也不会提纳妾的事了。冷吗？不冷。你方才在太后跟前说的那番话，有人在窗外听见了，回来一字不漏的学给了我。你那暗卫倒是什么都听。暗卫说，王妃说，她不拦你，是你自己不想要。末将听了都觉得脸上烫得慌。那你怎么回他的？我说，他说的对。所谓的权势、争斗、算计，在真正想要相守的人面前，都不过是雪地上浅浅的一道折印，风一吹，便没了痕迹。